就在近日，根据俄媒体的报道，俄政府高级官员对外透露，瓦格纳正在意图夺取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走廊。好家伙，瓦格纳这是脑子出问题了吗？竟然想要以一己之力硬刚整个北约吗？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开头所提到的消息呢，是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在做客索洛维耶夫现场节目时，宣称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目前正在计划夺取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陆地边界苏瓦乌基走廊。该走廊呢，全程在70公里左右，一旦将其控制，不仅能让白俄和加里宁格勒联系起来，还能将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与其他北约国家分隔开。另外呢，按照安德烈的说法，此前瓦格纳之所以前往白俄，表面上是为了训练白俄军队，实际上就是为了突袭控制住苏瓦乌基走廊，主打的就是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同时，安德烈还说，将瓦格纳转移到白俄是最高统帅的微妙举动。好家伙，难道说此前兵变也是普京策划的？真是嘴硬啊！大兵看来，安德烈之所以会这么说，可能是与之前普里戈金也曾宣称瓦格纳要从白俄境内出发进攻立陶宛有关。安德烈可能这样想，既然你都说了，我再来个马后炮，没关系吧？不过瓦格纳真的会这么做吗？动机难道真的是加里宁格勒吗？现今大家都知道，它是俄罗斯最小的一个州，虽然面积仅有 1.5 万平方公里，但却是俄边境上最重要的领土，因为该州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并且拥有着波罗的海上为数不多的不动港。凭借这地理位置优势，该州成为了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对内扼守着波罗的海三国的海上交通要道，对外呢则能够威慑到邻近的波兰、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因此，早在冷战时期，加里宁格勒便是苏联应对西方各国的重要战略支点，在这里部署了波罗的海舰队和导弹基地，近乎半个欧洲都受到其威胁。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呢，该州作为俄罗斯的飞地，依然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后，该州更是成为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北约国家之间联系的拦路虎。此外呢，在俄乌战争初期，俄罗斯甚至表示，如果有国家封锁加里宁格勒，那么就准备接受核打击吧。由此可见呢，俄罗斯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重视程度。不过，利的作用始终是相互的。加里宁格勒在给俄罗斯带来战略优势的同时呢，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因为该州处于俄边缘地带，是一处飞地，与俄罗斯本土无法进行陆上连接，需要借道立陶宛和白俄。借道这种事儿呢，作为俄罗斯铁杆小弟的白俄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立陶宛和俄罗斯那可是世仇，相互看不对眼。后来在立陶宛加入北约之后，对俄罗斯更是百般刁难。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呢，立陶宛便直接封锁了边境，切断了俄本土与加里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如此一来，加里宁格勒的物资保障就只能通过水路和空中两种方式来运输，前者需要绕道寻求圣彼得堡的帮助，途经波罗的海三国海域，不仅费时费力，风险还高；后者呢，则是运力有限，无法支撑长期的大规模消耗。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如果瓦格纳进攻立陶宛，能控制苏瓦乌基走廊，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与此同时，波兰情报部门副主管此前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已经发现一些不明武装力量正在接近立陶宛。难道瓦格纳真的要动手吗？他们真的有那个实力吗？首先，目前瓦格纳的驻地是在白俄莫西廖夫州奥西波维奇镇附近的一处野战营地，占地面积呢超过 2.4 万平方米，能够容纳至少8000名士兵。不过，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6月30号公布的消息，除了上面的奥西波维奇驻地外，瓦格纳可能还在白俄境内呢大型联合部队的训练场附近建立了另外2个驻地。根据相关统计显示，仅在奥西波维奇镇的野战营地，瓦格纳就至少设立有303顶大型帐篷，以每个大型帐篷容纳20到50名士兵计算，这一座营地呢最多能驻扎 1.5 万名士兵。3座大型营地都是这个规模的话，未来瓦格纳的人数或许能超过 4.5 万人。至于说兵源怎么来，在7月17号，白俄总统新闻局发布消息称，卢卡申科已经签署了关于建立白俄民兵的法律。
根据文中的规定，白俄将民兵定义为由自愿参与保障所在行政区域战时状态的本国公民组成的武装力量。未来呢，瓦格纳很可能就借此来补充兵力了。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未来的情况了。目前根据大兵了解的信息，白俄境内瓦格纳的总兵力大概是1到2万人左右，差不多相当于前苏联2个摩托化步兵师的兵力。不过，虽然人数不少，但是现今瓦格纳的装备却并不怎么样。因为在7月13号，俄国防部曾公开表示，在兵变事件结束之后，瓦格纳集团共上交了2000多件重武器，以及2500多吨弹药和2万多件小型武器。其中重型装备甚至包括了 T90、T80、T72B3 主战坦克、冰雹和龙卷风多管火箭炮、铠甲地对空导弹系统、2S1 型自行火炮、2S3 型和 2S5 型榴弹炮，以及反坦克炮、迫击炮、装甲运兵车等等，可谓是琳琅满目，什么都有。装备之全呢，让各界很是惊诧，也让人们对瓦格纳有了重新的认识。但是在上交了这些重型装备以后，瓦格纳就成为了一支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轻型部队了，作战能力实不存疑。而这样一支部队呢，想要攻破立陶宛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立陶宛的现役兵力大概在2万人左右，并且有着9万人左右的预备役。立夏呢，主要是以陆军为主，除了各种轻型装备以外，还配置有狼式步兵战车、PZH-2000 自行榴弹炮以及米8、米17直升机等重型装备，可以为友方提供远程空中火力支援。其作战能力虽然比不上兵变前的瓦格纳，但现今呢，随着瓦格纳没了重型装备，立陶宛军队的作战能力并不比瓦格纳差多少。另外呢，由于苏瓦乌基走廊位于波兰和立陶宛的边界上，如果瓦格纳对其发起进攻，波兰不可能袖手旁观，而一旦波兰出手，就不是瓦格纳能抵抗的了。根据现今的数据显示，目前经过一系列扩建之后呢，波兰军队总人数大约在16万人左右，预备役人数在10万人。而在陆军方面，波兰大约有 7.7 万人，立夏总共有2个机械化师和1个装甲师，总共装备了超过700辆坦克、700多门火炮、200多套火箭炮以及4200多辆装甲战车，陆航战机约有140多架。最重要的是，在去年，波兰还为陆军采购了一大批先进装备，包括韩国的 K2 主战坦克、K9A1 自行火炮、美国的 M1A2 SEP-V3 主战坦克和 M142 海马斯火箭炮，甚至为后者配置了陆军战术导弹，极大增强了波陆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因此，不论是在人数还是装备上，波兰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另外，与立陶宛和瓦格纳不同，波兰可是有着强大的空军部队的。目前波空军现役有 3.6 万人左右，立夏有355架各型飞机，其中最大的便是2026年到货的32架 F-35A。此外呢，就是48架 F-16CD 型号战机，能为波兰陆军提供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如果瓦格纳真的敢进攻苏瓦乌基走廊的话，或许不需要陆军，波兰空军就能将他们消灭了。毕竟瓦格纳那是没有空中力量的。此外呢，除了波兰会出军之外呢，美国应该也会动手，但不是调动国内的军队，因为近几年来呢，美国是不停地加强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就有意增加在波兰的轮换驻军，同时酝酿将轮流驻扎变为永久驻扎。随着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作为北约东翼的主要国家，波兰成为了北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主要枢纽，军事价值和地缘安全进一步上升。到了2022年5月，美国驻波兰大使马克布热金斯基向外表示，在波境内呢有超过 1.26 万名美军事人员，接近美陆军一个步兵师的规模，并且配备有各类型的重型装备和武器。由于急需相关常驻基地予以保障，次月，美总统拜登在北约马德里峰会期间公开承诺，将在波兰设立美陆军第5军司令部前沿指挥所的常驻基地，为未来在波兰进行永久驻军创造条件。不过呢，与此前美国设在德国、意大利等其他7处常驻欧洲军事基地不同，波伊兹军事基地是紧邻着俄罗斯，可以通过美军充分利用基地内的军事设施，极大提高北约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并保证其在北约东翼的战备状态，成为美国以及北约在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前沿威慑的战略要地。而在今年3月21号，美陆军常驻波兰基地正式举行了仪式，
期间呢，波兰国防部向外宣称，这是美国在波兰首个、欧洲第8个常备驻军基地，将由约13名军事人员和140名文职人员组成，职责呢是为驻波美军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并负责美军前沿指挥所的运行和管理工作。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美军其实早就和瓦格纳交过手了。在2018年2月，当叙利亚数百名瓦格纳雇佣兵企图对一支40-50人的美军特种部队包饺子时，期间呢，美军联系俄国防部，询问对方是否是俄罗斯人。在遭到俄国防部否认后，这支美军部队便叫来了 AC-130、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一顿火力输出。最终，这支瓦格纳部队只有寥寥几人侥幸逃脱，而美军却无一人损失。而除了波兰境内的美军之外，在立陶宛境内呢，北约也部署有1600多人的多国战斗队，由德国领导。同时呢，在前不久，德国还宣布要再向立陶宛派遣4000名军人，携带相关武器装备进行永久部署，这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所以瓦格纳根本就没有一点机会。相信这些信息啊，瓦格纳也知道。那么为何还要散发进攻立陶宛的消息呢？大兵认为，瓦格纳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减轻俄军正面战场上的压力。毕竟在此前的北约峰会期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和协商，北约各国再次重申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承诺。其中呢，7国集团表示，未来将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保障，包括提供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军事训练、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援助等等。这一承诺呢，未来能极大地提升乌军的作战能力。不仅如此，在7月11号，乌克兰还宣布成立了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对乌军飞行员进行 F-16战机培训。同时，基辅还要求西方盟国交付这种战机，以支持其在前线的反攻。而随着这些援助的到来，俄军前线的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因此急需在别处吸引一下北约的目光，减缓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速度。不过让大兵比较疑惑的是，经过兵变一事，现今的瓦格纳难道还听命于俄罗斯吗？真是搞不懂啊。总结来说，对于瓦格纳准备突袭苏瓦乌基走廊这一消息呢，大概率也就是那么一说，不然高层也就不会在一个访谈节目上透露出相关的进攻计划，这不是给瓦格纳添堵吗？那么大家认为瓦格纳会不会进攻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